老太太答道：你爷爷奶奶还有叔爷爷他们都去了阳城，你七叔要结婚了。结婚？小丫头仰起头，不解地问：为什么？老太太笑：结婚就是给你娶个七婶回家，你们不是想要个七婶吗？兰阿姨，就是你挺喜欢的那个兰阿姨，便是你的七婶。小丫头哪里懂这些，就算老太太很耐心的解释，她也听不明白。老太太抱起她：贝贝不用懂，你只要知道过段时间咱们家会多一个人就行。你的爷爷奶奶很快就会回来，是不是想爷爷奶奶了？贝贝点点头，想。那咱们到那亭子坐下来，再给你奶奶打电话好不好？小丫头又点头。两位祖宗走到凉亭底下坐下来，老太太的手机先响了起来，是海童发了语音信息给老太太，问女儿起床了没有，有没有吃东西。老太太回复海童后，还让贝贝和妈妈说几句话。小丫头只会反复地叫着妈妈，说想妈妈了，其他话就不会说了。比起7月份已经进步很大，那会儿只会说2个字、3个字的话。这边老太太带着她的宝贝曾孙女在院子里散步，那边的林健醒来后觉得天都塌了。何月华没有先他一步起来，他故意的，发了相片及信息给曾小雅后，何月华就等着曾小雅过来，但曾小雅没有来。曾小雅只是提醒他，他用这样的办法赖上林健，婚后不会幸福的。林健会将娶不到曾小雅的过错推到何月华身上，就会对何月华态度恶劣。但何月华没有将曾小雅的提醒听进去，他觉得这个机会难得，是他最好的机会了，所以就算没等到曾小雅过来，何月华也没有起床，他要等着林健醒来，让林健知道他们俩昨天晚上睡在一起了。虽然没有真正生米煮成熟饭，但林健也亲了他，摸了他，2个又同床共枕睡了1个晚上，他要对他负责。醒来就看到身边躺着何月华时，林医生吓得睡意全无，整个人滚落得上去。他指着缓缓坐起来的何月华，结结巴巴地道：月华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何月华红着脸说道：林医生是你把我往你床上带的，你昨晚把我当成了曾医生，对我又亲又摸又搂又抱的，我们俩还差点生米煮成熟饭了呢。我喝醉了，我不记得我做过什么。咱们没有那啥吧？林健努力回想起昨晚的事，他只记得自己去酒吧喝酒，喝醉了。酒吧的人给何月华打电话，让何月华去接他。何月华很快就到了酒吧，他是要送他回家，他是拒绝了，他想让曾小雅去接他，让何月华给曾小雅打电话。曾小雅拒绝过去接他，之后他记得的确是何月华送他回家的。一路上2个人还说了很多呢，聊到彼此的原生家庭。何月华说他们俩才是一路人，劝他不要再执着于曾小雅，还说如果他嫁了他，婚后他保证不会像现在这样钱都给父母的。他说嫁了人，他就会以自己的小家为重，只会在逢年过节时才给娘家父母几百块钱过节，还劝他不要再被老家的那些亲朋戚友吃得死死的，不要事事往自己身上揽，还说他的父母就是爱面子，爱炫耀。他说他放不下曾小雅，爱了那么多年的人，又等了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他都表白了，也正在追妻，怎么能因为曾小雅拒绝了几次就放弃呢？有些人追妻被女方拒绝了无数次都不放弃呢，最后还是凭着执着感动了女方，抱得美人归的。林医生就是希望自己执着能感动小雅，能娶到小雅。他对曾小雅是真爱，当然曾小雅的家庭背景他也很喜欢，很满意，觉得与她最为般配，但后面就没有印象了，什么时候到家的他都不知道。中途好像是醒过，他看到了小雅，小雅很关心他，说他怎么又喝醉，他忍不住就搂抱住小雅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亲了小雅，
他也热情地回应他。难道他昨晚又亲又抱又摸的人不是小雅，是何月华？林医生，我们俩最后并没有发生关系，大家都是学医的，在这方面骗不了人，何月华老实的道。但是你占尽了我的便宜，还搂着我不放，我被迫和你同床共枕睡了1个晚上，这事传出去，我名声就毁了，还怎么嫁人？林医生，你得对我负责。林医生的脸都白了，他不要对何月华负责，他不想娶她。何月华虽然能帮他不少忙，但家世背景远不如曾小雅，于他没有多大的助力，而且他现在都背负着老家那些压力。一旦他娶了何月华，何家那边的亲朋戚友以后看病，肯定第一时间来找他，都是亲戚，他怎么好意思收钱？就算收，也不敢收到10足呀，顶多就是意思意思一下。说实话，背负着老家的亲情，时间长了，林医生是烦的。碍于父母兄弟姐妹都还在老家生活，他们还要和亲戚来往，他不好拒绝。娶了曾小雅能帮他分担很多，曾小雅还能帮到他的亲朋戚友安排到更好的医院治病，他有那样的人脉。他爷爷奶奶以及父母都是名医，受人尊敬，在医学界地位都不低。月华，我昨晚喝醉了，我神志不清的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。再说了，咱们最后不是没有发生关系吗？昨晚的事，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就不会传出去，不会毁了你的名声，不会让你嫁不了人的。何月华说道。我送你回来的时候，小区的保安看到了，你的邻居也看到了。我进来后就没有离开，傻子都会想到我们做了什么。我不管，我没有和任何的男人做过那些事。昨晚林医生都对我做了，我就是你的人。林医生，你必须对我负责任。对了，曾医生也知道我在你家里过夜。林医生的脸色更显苍白，他白着脸问何月华，小雅怎么知道你在我这里过夜的？她来过了吗？曾医生没有来过，但昨晚打电话给我，问起你的情况，我说你睡着了。他问我是否还在你的家里，我说是的。他便没有再说什么，只让我好好照顾你，就挂了电话。何月华撒了个小谎，曾医生那么聪明，哪能猜不到我会在你家里过夜？林健自地上爬起来，他说道，月华，你看我昨晚是喝醉了酒的，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，况且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发生关系。就算有人知道你昨晚在我这里过夜，我们做过什么别人又不知道。我醉成那样，正常人都知道咱们不可能做点什么的。我给你加工资，我给你一笔钱补偿，好不好？他真的不想因为喝醉一次就被逼着娶了何月华。何月华静静地看了他片刻，便下床走人了，但并没有就这样离开他的家，而是从房间出来后转入了厨房，先帮他冲了一杯蜂蜜水，端出来放在餐桌上，又进了厨房给他做吃的。林医生没有马上跟着出来，他在房里发了一会儿呆，才有动作，先洗了个澡，换过了衣服，让自己更加清醒一点。从浴室里出来，他拿起手机打开来看，并没有收到曾小雅的信息及电话。想了想后，他还是打了电话给曾小雅。曾小雅好一会儿才接听他的电话，开口便问他，林学长，你没事了吧？昨晚你喝醉了，月华过去接你回家的，他应该照顾了你一夜吧？我在上班，今天要在门诊部坐诊，有很多病人等着看病，你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挂电话了。林健打这一通电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的，只得应着，我也没有什么事，你先忙。我挂电话了，晚上你下班了，我去接你，咱们聊聊。曾小雅知道一再的拒绝和他沟通不是办法，大方的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挂了电话后，曾小雅继续给病人看病。林健又在房里待了一会儿，才走出去。何月华已经做好了早餐，这个点他们说是吃午饭都可以了。他走进餐厅里，何月华将做好的早餐端出来，
给了他一份，他自己一份。吃东西时，何月华绷着脸，不说话也不看他。林医生数次想和何月华说话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昨晚的确是何月华照顾他的，小雅是知道。他喝醉后错把何月华当成小雅，对何月华做了点过分的事，想来也是真的。但那都是他迷糊时做出来的，他只是以为那是小雅，才会那样做，本意并不想占月华的便宜。就这样娶了月华，他真不愿意。可他昨晚却是对月华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他对不起月华，理应对月华负责任。说实话，他并不讨厌月华，对于月华的爱慕，他还有点享受。可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，他却退缩，不愿意娶一个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他的妻子。他这样的家庭，娶一个好妻子，能带来不少助力，也能改变一下他林家的门楣。等何月华吃完准备走人的时候，林医生叫住了他，他拿出手机给何月华转账5万，这是何月华好几个月的工资了。月华，这是我给你的补偿。对不起，昨晚是我混蛋，占了你的便宜。何月华看到他给自己的转账，木着脸说道：林医生，我又不卖，这钱我不会收的。说完，撇下他独自离开，先回了林家诊所。林医生后面也回了自家诊所，只是出了昨晚的事。他上班总是有点心不在焉的，还好今天来他诊所看病的人并不多。好不容易熬到晚上，曾小雅快要下班了，他让2名护士下班，他要提前关上诊所的门，前往医院等着曾小雅下班。2名护士走出诊所后，月华的同事小声对他说道：我觉得林医生今天不对劲，好像心事重重的，该不会是诊所出问题了吧？希望不是，我在这里上班习惯了，自由自在又不会受气，可不想换工作。虽说他只是一间小诊所的护士，但收入比医院的小护士要高一点，工作量又没有医院的同行那么大，自由不会受气。要是林家诊所出了问题，他失业，需要重新找工作，怕是找不到像林医生这么好说话的老板了。诊所没问题，你别胡思乱想。林医生只是和曾医生闹了点矛盾，他说早点关门去医院接曾医生下班。原来如此，吓死我了，以为诊所出问题了呢。曾医生都不爱林医生，他明显是把我们老板当成学长，只有校友情，并无爱情的。虽说认识了好几年，交情不错，但不代表那就是爱情。月华默了默后说道：可不是吗？但林医生就是执着于曾医生，曾医生的条件好，林医生爱慕了那么多年，不愿意放手也是情有可原的，就像他爱了林健那么多年，不愿意放手一样。那名护士没有再说什么。10几分钟后，林医生便到了医院，他特意在曾小雅坐诊的诊室门口等着。曾小雅需要加班，晚上8点才能下班。不久后，曾小雅下班了，她脱下了医生的衣服，穿着自己的衣服，拿着她的小手袋从诊所里出来。看到林学长后，她如常打招呼：林学长，你来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也是刚来，没有等太久。2人一起往外走。曾小雅骑电瓶车，林健是开车过来的。小雅，你别骑车了，我送你。不用，我明天还要上班，没有电瓶车不方便。早上高峰期容易堵车，我一般情况下不会开车，除非下雨，他才会开着车上班。你想去哪里聊聊？说个地名，我自己骑车过去。林健想了想后说道：就在我们2家附近的那家咖啡店吧，那里环境不错，又安静。好。曾小雅没有意见，她戴上头盔，骑上电瓶车，先行离开。林健看着她骑着电动车远去的身影，心里苦涩不已。